可能，我的秘法军种……全毁了。为了这家店，我抵押了房子，借了银行的钱，上百万的投入，明天就要开业了。菲菲，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苏老板，这是怎么了？招牌菜还没出锅就馊了。你这传家宝怎么看着像生化武器呀？陆凯，是你干的！为了明天你的真味阁开业，你毁了我的心血。话可不能乱说，餐厅后厨这种地方有点霉味很正常，谁能证明是我干的？我看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你的穷酸样，帮你提前清理垃圾罢了，这叫自然腐败，懂吗？放开我！菲菲，你快让他放开我！咱们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你跟他混在一起是几个意思？结婚？苏哲，你别做梦了，跟你结婚，难道要我以后天天闻着你这一身油烟味过日子吗？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陆董送我的一个包都换不来。陆董昨天刚给我全款提了辆跑车，还有一套江景豪宅，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你呢？你除了这些发霉的破烂，还能给我什么？为了省电，半夜关闭恒温系统，手动通风，这个习惯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我只是为了我的未来及时止损，难道要我跟着你这个马上就要被银行清算的废物一起过苦日子吗？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的真味阁明天就开业，位置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我还请了美食界的泰斗石王古月亲临品鉴，东海市的名流一位难求。而你，苏哲，你的小破馆子还没开业就死了，这就是命，你得认。这2000块赏你的，别说我陆卡做事不留余地，拿着去治治你的脑子吧。陆董，跟这种废物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走吧。夺妻之恨，毁业之仇，不共戴天。陆凯、柳菲菲，这2000块我收下了，就当是给你们俩买棺材的定金。神厨秘境系统激活，检测到宿主血脉，正在绑定。这是什么？绑定成功，检测到核心资产苏记小馆厨房，破损度95%，是否消耗初始能量进行修复升级？是修复。这就是神厨秘境的力量，我的嗅觉、味觉，所有的感官都被强化了。陆凯、柳菲菲，你们毁了我的心血，却也给了我复仇的武器。还有你的真味阁，你请来的石王古月，明天好戏才刚刚开始。花了1000块清理费，还剩1000，这就是我全部的复仇资本。
真是倒霉，这批货稍微蔫了点儿，就全砸手里了。哟，这不是苏老板吗？听说你的苏记小馆黄了，怎么打算改行了？这些我全要了。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但是这玩意儿可别做给客人吃，不然可是要砸招牌的。就算是陆董手下那个叫张猛的打手，吃到一点不新鲜的菜都得打厨子。200，得，200块钱卖给你，拿好了您那。不过苏老板，我可提醒你，你这纯属破罐子破摔啊！灵泉灌溉模式已开启。这就是灵泉灌灌的力量吗？将腐朽化为神奇，好一个灵气激活！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还敢小看我这200块钱买来的垃圾！各位老板，各位来宾，欢迎大家莅临我真味阁旗舰店的开业品鉴会。我陆凯投资1个亿，打造这家全东海市最顶级的餐厅。我们有从全球空运的顶级食材，有重金聘请的明星厨师团队，更有幸请到了美食界的泰斗食王古月先生。哇！当然，做生意嘛，有对比才有鉴别。大家看看街对面，那个穷鬼叫苏哲，也开了个小破店。陆董，您太抬举他了。我昨天亲眼看见，他从批发市场捡了一堆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子回去，就那还想开张？就那种苍蝇馆子，请我去做卫生检查，我都嫌脏了我的鞋。是啊，各位，那个苏哲不过是个没本事还爱做白日梦的废物。当初我就是看不惯他守着那个破店不思进取，才离开他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今天，我就要让全东海市的人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顶级盛宴，什么又是只能在阴沟里发臭的垃圾。各位，他那店里的东西，喂猪猪都得嫌弃的摇摇头。大家可千万别去，免得吃坏了肚子。年轻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吧。石王前辈，晚辈只是有个关于厨艺的困惑，思来想去，恐怕只有您这样的泰斗才能解答。讲。晚辈听说，厨艺的至高境界是化腐朽为神奇，而厨具是厨师手臂的延伸。都说石王您的神兵海月无物不斩，晚辈的困惑是，当神兵遇到凡物，会是怎样的光景？就怕您那把刀太尊贵，连我这块2块钱的豆腐都看不上眼，切不动它。这小子是真疯了，他这是在说石王的刀是样子货。完了完了，古月先生最忌讳别人质疑他的厨具。好一个狂妄的小子！老夫纵横美食界40年，你是第一个敢质疑我这把海月的人。拿刀来！看清楚了，此刀名为海月，乃东瀛国宝级匠人耗时3年，取天外陨铁，辅以百乱金刚，折叠锻打36000次而成，吹毛断发，削铁如泥。
你说我切不了你这块破豆腐，今天我就用它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刀工。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您能用这把刀把这块豆腐切成发丝粗细的文丝豆腐，就算您赢。你找死！等等，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现在想求饶，晚了！苏哲，别在这拖延时间了，是怕输得太难看吗？求饶？不，我只是想把规矩说清楚。规矩？一个穷光蛋的规矩就是跪下磕头吗？这场对决不是你我之争，而是我这块豆腐对你这把刀的考验。狂妄，真是狂妄！我的海月需要被一块破豆腐考验。如果它切不开，就证明它不过是块昂贵的废铁，配不上它传说。而你，石王古月，必须当众承认，你的刀不如我这块豆腐，并且这把刀要留下。他疯了！他不仅要羞辱石王，还要留下人家的传家宝刀海月，这赌得太大了。古月先生宁可死，也不可能放弃海月的。苏哲，你别得寸进尺。好一个苏哲，你成功的激怒了我。我答应你，如果我切不开这块豆腐，我古月当场自断一臂，这把刀永留此地。但如果我做到了，你就要跪下，自己掌嘴100下，然后从这里滚出去，永世不得再踏入餐饮界。一言为定。刀刃崩了，我没看错吧？削铁如泥的传世名刀，砍一块豆腐，竟然崩口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的海月，苏哲，你耍诈！这豆腐里肯定嵌了钢板。陆董，众目睽睽，输了就是输了。石王，看来你的刀确实不如我这块豆腐。按照赌约，住口！这根本不是厨艺比赛，这是妖术。这块豆腐是假的。你有本事就拿出一道真正的菜，让我用我浸淫了40年的舌头来审判你，而不是用这种江湖骗术。好啊，既然石王想品菜，我自然奉陪。终于上钩了，这第2道大餐才是给你准备的。不过在品尝我的菜之前，我得先补充一条新规矩。又想耍什么花样？品鉴过程中，如因菜品冲击力过强，导致食客情绪失控、举止失态或损坏餐具，概不负责。损坏餐具需照价10倍赔偿。我没听错吧？一道菜还能让人失控到打碎盘子？苏哲，你以为你做的是菜还是手榴弹？他是怕古月老师把这盘子给吃了吗？真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家人们，今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石王古月竟然被逼到这种地步，先是用一块假的不能再假的石头豆腐来骗我，现在又要我品尝他又用烂菜叶和边角料做的东西。哼，你们都看好了，我今天就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揭穿这个骗子，看看他到底能端出什么侮辱我们舌头的垃圾。古大师，别磨蹭了，速战速决，3分钟内给这所谓的神级料理下个结论。真味阁的晚宴还等着您致辞呢，别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就是啊，陆董，这种苍蝇馆子做出来的东西，油烟味熏得我头疼，多闻1秒都恶心。笑吧，尽情的笑吧，等会儿恐怕你们就只有哭的份儿了。别急，审判是需要仪式的。家人们，看好了，
这就是我古月的黄金蛇品鉴勺，随我品鉴过上万道真熏，从未出过错。我这条舌头，别说分辨盐和糖，就是分子料理里用月蛋做的泡沫，我也能尝出它氮气的纯度。没什么味道能在我面前隐藏，更没有什么味道能让我古月失态。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这垃圾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怎么样，古大师，是不是难喝的说不出话了？肯定是啊，陆董，你看他那表情，跟吞了苍蝇一样。不，这不可能，这味道，我的天，这是神迹！我操，出事了！神迹，这绝对是神迹！古大师，你这是怎么了？是被那汤烫到了吗？这汤里是熬了一整条龙吗？这股霸道绝伦的鲜味，不行！我的舌头，我的味觉神经要被冲垮了！我品了一辈子菜，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馒头，快给我一个最普通的白馒头！大师，这怎么行？大庭广众还在直播，这有失您的身份啊！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去拿，不然我这40年的修为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各位安静。看来有人忘了我之前定下的规矩。实践过程中，如因菜品冲击力过强，导致食客情绪失控、举止失态或损坏餐具，概不负责，并且损坏餐具需照价10倍赔偿。你这是敲诈！你早就设好了圈套等我们钻。圈套？我只是提前声明了规则，是古月石王自己夸下海口，说没什么味道能让他失态。这把椅子黄花梨的吧，市场价20万。还有这只水晶杯可是定制款，5000一只。按照规矩10倍赔偿，一共是205万。陆董，这点钱是你自己承担，还是让古月石王自己掏腰包？天价赔偿，这简直是抢钱啊！这就是古月答应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碗破汤怎么可能让人失控？你作弊！你一定是在汤里加了什么违禁品，是致幻剂，对不对？陆董，输不起也不用这么难看吧？你还笑？你这个骗子，这都是你设的局！如果不是下了药，古月石王怎么会失控？赔不起205万就开始泼脏水了？不可能，那味道……石王，你那号称价值100万、从未出过错的黄金蛇，看来也不过如此。连一道清汤的真味都品不出来，还把自己折腾得像条败家之犬。我看，不是金舌头，是木头舌头吧？不，你胡说！那种味道，那种层次，我缙云美食40年闻所未闻。这不可能！这道菜的结构，我必须再验证一次。20万，我出20万，再让我尝一口就一口。不好意思，苏记小馆有规矩，
每位客人每道菜只供1份，这是铁律，不为任何人破例。走。苏哲，你等着，我们没完，还有那205万，你休想拿到1分钱。想品鉴的后面排队，品鉴费1万一位，只收扫码。你看实践 APP 上的热帖了吗？狮王古月兵败街边小馆，20万求汤被拒。何止啊！还有这个神级清汤当面倒吊，东海市最狂老板诞生，点击都破100万了。昨天古月师太的直播片段，现在是我们圈子里最火的视频。都说这苏记小馆的菜有魔性。我来了。我斋戒沐浴1整天，只为味觉的绝对纯净。今天，我一定要品出你那道菜的真面目。古月，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输给一家街边小馆，还搞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菜能让堂堂食王丑态百出。我这舌头可是为迪拜王室品鉴过御宴的，投保了3000万。你那点花样，在我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苏哲，今天我古月就在这儿把话挑明了。如果你的菜没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效，不能颠覆我对食材的认知，我当场就把你这苏记的招牌给你劈了。有点意思。规矩得改改。昨天不是才1万吗？开什么玩笑！这比去欧洲顶级米其林3星餐厅的全套菜单还贵。你这菜是金子做的还是仙丹做的？这是欺诈！苏老板，你穷疯了是吧？昨天真味滚的陆董被你坑了200多万还不够，今天又想来抢我们？嫌贵。觉得是霸王条件，门在那边，好走不送。怎么，狮王10万块就把你吓住了？你这是抢劫！昨天还是1万，今天就10万。我的菜，我定价，专治各种不服。也专治各种吃惯了快餐的舌头。你说谁是快餐舌头？箱子！这里是20万，我买2份，我1份，下主厨1份。我倒要看看你这菜到底有什么名堂。光有钱可不够，你还想怎么样？我这菜吃得起是财力，品得懂才是本事。我怕你没这个胆子品。好，苏老板，你成功把我制怒了。我古月今天就在此立誓，如果你的菜我品不出其中奥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当众砸了食王这块金字招牌，从此退出美食界。疯了！好，我成全你，终于上钩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神厨秘境的返祖之力究竟有多恐怖。
上十王的名牌，古月大师这次是拼了。昨天帖子点击都破100万了，今天这阵仗怕是要上头条。老师，便携式香谱仪和分子感应器都准备好了。等他菜一出来，我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真正的道是藏不住的，虚假的术是测不出的。别摆弄你们那些昂贵的玩具了，准备好接受绝望了吗？取消就取消，我真味阁最不缺的就是客户。哼，又怎么了？陆董，不好了，今天预定了我们3个顶级包厢的贵宾，全都取消了。陆董，出大事了！慌什么？您自己看，我们请来的那些大老板，全都跑去那个破店门口排队了。为什么？我这里有米其林3星的团队，有82年的拉菲，连夏婉晴那号称投保300万的舌头都去了。他们为什么要去苏辙那个苍蝇馆子排队？听说他昨天的品鉴费才1万，今天就敢要10万了。10万？他凭什么？不可能！疯了，都疯了！昨天品鉴费还是1万，今天就敢要10万，还这么多人排队。你算算，就这么一上午，这位苏老板得净赚几十万吧，比抢钱还快。苏辙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他凭什么？肯定是在菜里加了什么违禁品。经神厨秘境转化的食材，其美味基因将发生返祖巨化，在食客口中掀起一场无可抵挡的味觉风暴。那不是食蛇石先生吗？据说他的舌头上了天价保险，他可是出了名的毒蛇，再好的餐厅都能被他批得一无是处，有好戏看了。把我的餐具拿出来，还有82年的伯恩第漱口用。今天我就要揭穿这个东海市最大的美食骗局，就让你这所谓的神之舌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不可能！我的舌头，我的判断力。石总，您怎么了？天哪，石蛇都疯了！这碗汤到底是什么东西？连石先生都扛不住。看来这苏记小馆是真的有神仙手段。仪器，味觉可以被欺骗，但科学不会。今天我就要用数据把你这神话的皮给扒下来。老师，过载了，风味物质的浓度太高，仪器快烧了。不可能，加大功率，给我分析出来。找到了，我找到了一种地球上从未记录过的复合氨基酸，结构稳定的像钻石。苏辙，这就是你的秘密。哦，你说这个，这是我熬汤时没过滤干净的厨余料，算是这次出品的一个小失误吧。没想到被你发现了。厨余料，失误。我穷尽一生追求的终点，只是你的失误。苏神，我错了。我古月研究了一辈子美食，
今天才发现自己连门都没入，请收我为徒。我愿散尽家财，只求能在您后厨洗盆子，感受真正的道。那是秦家的车。十王古月当众下跪，为了20万的赌注，就把美食界的脸都丢尽了。秦大小姐，您不懂，这不是小馆，这是圣地苏神坛。苏老板，我调查过你，能让陆凯那种人物一夜倾覆，你确实有些手段。开个价吧，100万，把你刚才那道汤的秘方卖给我。秦大小姐，我的秘方你买不起。那就换个方式，我秦燕府聘你做首席顾问，年薪3000万，这个价码，就算是夏婉晴那号称投保3000万的舌头也望尘莫及。没兴趣。苏哲，你不要不识抬举。想要秘方，也不是不行。喏，原料都在那儿，你看得上就拿去研究。你在羞辱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好，很好。王师傅，大小姐，给我验，我倒要看看这堆垃圾里到底能藏着什么惊天秘密。是。大小姐，这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它的细胞活性，它的生命能量，比我们刚从昆仑山空运的特级雪莲还要高100倍！这不是食材，这是神迹，是神迹啊！王师傅，注意你的仪态。不是仪态的问题，是认知。我的世界崩塌了。不可能，这香气既有深海的鲜，又有高山的纯，还有一丝破土而出的生机。这些元素怎么可能共存于一碗清汤里？把汤端过来。这是什么？山川、海洋、日月星辰，竟然都在这一口汤里。我秦燕府那道耗时3天3夜，用100种珍奇调制的镇店汤底，跟这碗汤比起来，竟然如此单调，如此凡俗不堪。合同。苏先生，1000万买断你这道汤的独家供应权，从此你只需要为我秦燕府提供秘方，便可一生衣食无忧。你不受。苏哲，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让秦大小姐明白一个道理。我这里是品鉴艺术的地方，不是批发出售商品的菜市场。我的菜只供有缘人品尝，概不出售配方。艺术，好一个苏记小馆，好一个苏哲。你不卖是吧？那我就自己来拿。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艺术到底有多金贵。给我看好了，本小姐今天不仅要破解你这道菜的秘密，还要让你跪着求我收购你这破店。想破解？可以，这就是样品，拿去吧。我现在就尝尝你这神话里到底什么鬼。大小姐，您怎么了？快拿水来！不对，还不能喝水！
不能喝！大小姐这反应和之前狮王古月他们一样，喝水会更严重。那怎么办？叫救护车吗？凭什么？凭什么？他用的明明是市场收摊的烂菜叶，怎么能做出让秦大小姐都失态的东西？靠这个一天就赚上百万，之前从古月那老东西手里坑了20万，现在连秦家都……这不符合烹饪逻辑。难道他的菜比夏婉晴那投保3000万的舌头还厉害？陆董，你别急，你看，所有吃了他东西的人反应都不正常。我知道，可为什么？这根本不科学。陆董，你说会不会是他的那锅老汤有问题？我昨天派人盯着，看见他大半夜鬼鬼祟祟的往后厨一口大江里倒东西。倒东西？倒东西？半夜？没错，就是汤。难怪他昨天大半夜不睡觉。陆董，你想到什么了？他肯定是在那锅老汤里加了什么，不是普通的违禁品，是更高级的一种能让普通食材发生质变的复合酶催化剂。复合酶催化剂？没错，只有这种食品工业的黑科技，才能解释为什么烂菜叶能变神品。苏哲啊，苏哲，你千算万算，没算到你的秘密被我看穿了吧？走，我们去给他准备一份大礼。苏哲，你让我当众丢脸，还害我损失了205万，今天我就把你的摇钱树连根拔起！喂，哪位？周福，是我。陆董，这么早，你有什么吩咐？我要一批货，今天早上苏哲从你那儿买的那种。苏老板买的。陆董，您是说那些快烂掉的菜根和边角料？什么边角料？那叫保留了原始锅气的精华食材啊！锅气？别废话，就照着那个标准给我来1吨，记住，越是要扔掉的那种越好。一吨？陆董，您确定吗？当然确定，现在就给我准备，钱不是问题。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懂得美食的行家。苏哲，有了你的复合酶催化剂，再加上你独门的垃圾食材，我看你明天还怎么跟我斗。怎么了，老板？我他妈真是活见鬼了！啊！今天这些大老板是集体中邪了吗？放着我刚到的 A5 和油，法国生蚝不要，一个两个抢着要那些烂菜叶子。陆董，这就是苏哲的秘密？秘密？不，这是点石成金的印钞机。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种力量。陆董，您真是太厉害了！苏哲那个废物还以为自己能翻身呢。翻身？他不过是给我做了嫁衣，他用这个东西让狮王古月当众下跪，从那老东西手里坑了20万。现在，这棵摇钱树是我的了。那苏记小罐？一个破败的苏记小罐算什么？明天我就要让苏哲知道，谁才是东海市餐饮界的帝王。马上给我印发1万张请柬，就说我真味阁明天中午12点举办至尊品鉴会。陆董，邀请名单是东海市所有头有脸的富商名流，还有那些被苏哲坑过钱的冤大头，告诉他们，苏哲那里一道菜敢卖几10万，我这里用同样的神级秘方做的菜，全场免费，无限续杯。陆董，您这招太高了，这下苏哲连一个客人都不会有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客人是怎么哭着喊着来我这里的，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我收购他那间破店。从明天起，我陆凯将重新定义东海市美食的天花板。干杯！检测到蕴含食气的秘境精华，正被大规模转移出专属秘境空间，离开宿主超过特定距离，
精华将在24小时内转化为败位之源。警告：秘境精华已脱离锚定空间，逆向发酵倒计时启动，23小时59分57秒。24小时后，精华将彻底转化为败位之源，产生致幻恶臭。陆凯，你以为你偷走的是我的根基？不，你只是亲手为自己端上了一份会爆炸的社会性死亡菜单。不懂食材，不懂造化，就算神迹摆在你面前，你也只会把它变成一场灾难。明天的至尊品鉴会，希望各位的嗅觉都足够坚强。感谢各位贵宾赏光我真味阁的至尊品鉴盛宴。近日，东海市餐饮界出了一些乱象，有人故弄玄虚，把一份菜卖出几十上百万的天价，甚至让食王古月先生都赔上了205万的巨款。更可笑的是，还要立下一堆霸王条款，把我们尊贵的消费者当什么了？这是对美食的侮辱。就是说啊，哪有让客人在那种破地方受气的道理？我们陆董就是看不惯这种风气。陆董真是为我们消费者出头啊！但今天，我陆凯已经掌握了那份神级美味的真正秘诀，我将终结这种乱象。在我这里，没有霸王条款，没有天价，今天所有神级菜品全场免费，让大家品尝到真正的属于所有人的顶级美味。喂，苏哲，陆凯那个混蛋偷了你的秘方，现在把你的潜在客户都抢光了，你就在这儿干看着。关于你的新闻点击都破100万了，连那个给舌头投保了3000万的夏婉晴都在关注你，你却让这个蠢货抢尽风头，你是傻子吗？秦大小姐，急什么？好戏还有最后3分钟。各位，见证味觉革命的时刻到了，上菜！各位，我将这划时代的系列命名为“至尊创世”，它将颠覆你们对美食的所有认知。请揭盖！这是什么味道？救命！空气有毒！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明明拿到了苏哲的秘制高汤，我明明看着那些劣质食材在汤里发生质变，为什么会变成一锅毒药？为什么？好啊，原来是偷来的秘方。陆凯，你不仅是骗子，还是个蠢贼！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本事。食王古月在苏记小馆丢了面子，赔了足足205万，那是技不如人。你呢？你拿偷来的毒药糊弄我们！不是的，各位听我们解释。滚开！我的法务团队会让你明白，100亿的集体诉讼只是一个开始。大家快看，真味阁的神级美味就是生化武器。陆凯亲口承认是偷来的，这帖子点击肯定能破100万。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食品安全部门执法，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许走动。陆凯，你公司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情节特别严重，现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不是我，是苏哲，是他陷害我。有什么话留着跟检察官说吧。真味阁集团全部资产即刻冻结，配合调查。准备面对你的100亿天价诉讼吧。带走。
是你坑我！那批秘传老汤是你设的局。陆董，多谢你帮我处理了那批快过期的库存，这至尊品鉴会的风味还合您口口吗？苏哲，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狮王古月技不如人，赔了20万那是他活该，可我是被陆凯逼的。看在我们3年感情，一起梦想开餐馆的份上，你帮帮我，我不想坐牢。不，苏哲，你不能这么对我！警告：检测到背叛者柳菲菲，是否启动惩戒程序？不必，法律是最好的惩戒。苏哲，这道菜的后趣太大了，我有点控制不住。秦大小姐，我的菜只负责让你品尝。快帮帮我！品鉴体验，本店概不干涉，这是规矩。一群苍蝇。这到底是什么？是开水白菜。别想糊弄我，这绝不只是一道菜。你到底用了什么秘方，或者说是什么技术？秦大小姐，我的厨房没有秘密，只有规矩。你的规矩我可以遵守，但这种力量不应该只藏在这条小巷子里。我们可以合作量产，不，哪怕只是有限供应给顶级的客户，也能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等你什么时候能分辨出那碗汤里17种风味的递进与消、递讯与收容，再来和我谈商业帝国这4个字。检测到苏记小馆单日品鉴费收入首次突破100万，恭喜宿主达成阶段性成就，获得升级奖励万味源泉。万味源泉，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起点。看来我的舞台远不止这家小小的苏记小馆，我要在云顶之上建一座独一无二的食府，让全世界的财富都来追逐我锅里的一缕香气。苏哲，你知道这3天发生了什么吗？就因为你那道开水白菜，我们营业额翻了10倍，整整10倍。现在光是排队等位的名单就已经到明年了，黑市上一个预约号已经炒到了6位数。你的菜已经成了现象，连狮王古月都在你这儿赔了200多万，前任真味娟的陆董更是直接破产入狱。你的价值已经引爆了整个市场。所以呢？所以你这个小店的产能已经严重拖了后腿。我今天代表秦家集团正式向你提出 A 轮融资方案。我们对你的秘方和厨艺估值10亿，集团出资2亿现金，换取新公司20%的股份。我们将共同成立一个全新的餐饮品牌，就叫苏宴。目标3年内在全球主要都市开设连锁餐厅，打造世界第1中餐品牌。然后呢？然后我们上市，你的身家将超过100亿。我是说，让全世界的有钱人都能吃到我的菜。当然，这是所有厨师的终极梦想。秦大小姐，你的格局还是小了点。你说什么？2亿投资，10亿素质，你说我格局小了？我的菜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格局小了？苏哲，10亿估值，打造全球第1中餐品牌，这叫格局小了？那你告诉我，什么才叫大格局？这种鸟笼困不住我。我的新厨房得是它。
岭山庄，你疯了！那里是厨师的坟墓。你知不知道，这地方荒废了快10年，占地上千亩，却是个被诅咒的禁地。3年前，法参之神安德烈想在那里打造亚洲旗舰店，结果他那套价值千万的精密智能环控系统集体失灵，一夜之间沦为废铁。他本人也因为巨大压力导致味觉失调，至今都没能完全恢复。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那个地方？哼，别人接不住，不代表我苏哲接不住。诅咒，在我的地盘，就算是尸神的怨念，也得给我乖乖上菜。备车。全完了，我一辈子的心血全完了。你是谁？这里不接待游客，快走！云顶金丝菌的培育基地。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毕生的心血。为了培育这传说中的食材，我投了上百万。你看，这些都是从瑞士进口的恒温控制器，全毁了。还有这些菌种，每一株都价值连城，一夜之间全没了。等等，你是苏记小馆的苏老板？我在美食新闻上见过你，就是你把那个十王古月都给……怎么回事？苏老板，你那苏记小馆是跟人斗，十王古月再厉害，也只是个人。可我这里面对的是个怪物。先是花了10万块装的安保电网，被他像撕纸一样扯烂，现在连这上百万的温书都保不住。这山里有东西，不让我们安宁，这是个被诅咒的地方。这山庄我要了，签50年长租，我预付10年租金。这温室的损失我3倍赔给你，另外再给你3万，算精神损失费。苏老板，你没开玩笑吧？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清？这山里……我听得很清楚。那可是会吃人的野兽啊，不是开玩笑的。哼。苏老板，不能再往里走了，就是这里，这个厨房就是个无底洞。苏哲，陈伯没骗你，我们查过，之前安德烈团队的设备就是在这里失灵的，这里面有古怪。你没闻到这股味儿吗？上百万的顶级火腿、陈年奶酪，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生化武器，砸进去多少钱都血本无归啊！这不是钱的问题，万一你的人在这里出了事，你的招牌就彻底砸了。这风险太大了。别，苏老板，打开。苏哲，系统开启本源解析，扫描这间厨房的异常能量源。解析完毕。厨房正下方3米处发现异常灵气富集点，正呈漩涡状持续吸收周围所有食材的生命精华。这不是诅咒。不是诅咒是什么？生化攻击吗？这下面长了一株返祖巨化的野生黑松露。黑松露长在地下的，至少有50公斤重。它就是君王，把所有食材的灵气都吸走了。50公斤的黑松露，这怎么可能？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这种能量体恐怕连金属都能腐蚀。苏哲，你疯了！你想用这把喝汤的破勺子去碰它？苏哲，你疯了！你想用这把喝汤的破勺子去碰它？陈经理，秦大小姐，今天我就让你们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厨艺。真正的厨师不是用蛮力征服食材，而是让食材心甘情愿地展现其最巅峰的滋味。
他发怒了，山神爷发怒了！苏老板，快跑啊！这东西会吸干人的精气！战！朕，怎么回事？那股足以融化特种合金的能量风暴消失了。这不可能！他用一把汤勺校准了返祖巨化酒中的能量频率。厨神是厨神显灵了！老朽守了这山庄30年，见过上几位名厨来挑战都失败了，今日才知什么是真正的神技。这个男人，他不是在烹饪，他是在创造规则。这种掌控一切的姿态，强大到让人心甘情愿的仰望。从今天起，这里改名叫云顶石富。秦大小姐，你之前说的那2亿投资，我接了。好。我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让全世界富豪都为之疯狂的属于我苏哲的美食帝国。苏哲，你看，我们的线上预约系统因为访问量过大，半小时内已经崩溃3次了。何止啊，秦大小姐，老朽我这电话从昨晚到现在就没停过，都是想走后门预定的。我们的用户画像也出来了，全球排名前1000的富豪。有70%都提交了预约申请，这已经不是生意，这是在打造一个文化 IP。这已经是今天第3架想强行降落的了，还好苏老板您让张猛他们升级了安保系统。连我们的核心食材供应商周福都打电话来诉苦，说他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全是想打听我们食材来源的。苏哲，我还是想不通，这一切为什么会这么疯狂？我知道你的厨艺是神级，但这已经超出了厨艺的范畴。因为云顶石富提供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菜品。你们以为我的秘密是那本失传的秘方，或者像上次在苏记小馆，只是一个意外发现的厨余料？错了，那些都只是表象。这座山庄真正的宝藏是它独有的天地灵气，而我的神厨秘境核心作用就是引导这股灵气，对食材进行灵气淬体。灵气淬体，洗去后天的驳杂，让每一种食材都回归到它最原始、最纯粹的本源真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难怪山庄里的花草都比别处更有灵性。这不是科学，这是神迹，是真正的神迹呀！全世界唯一能品尝到食材灵魂的地方，苏哲。你建立的不是餐厅，是所有美食家的终极圣地。环球美食家杂志已经将这里列为此生必去的10大味觉圣地之首。他们说，没尝过你的本源真味，就不配自称美食家。宿主请注意，云顶石富未来3年的主厨亲至私人晚宴名额已被全球富豪匿名秒光。另一位中东王室成员通过外交渠道紧急联系，愿出价1000万人民币，只为预定一道传说中的开水白菜。秦大小姐，我们的美食帝国，这只是一个开始。陈伯，你看到了吗？线上预约系统半小时内崩溃了3次，我们的等待名单已经排到3年后了。看到了，秦大小姐，这简直是奇迹！还好苏老板让张猛他们加强了安保，不然这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家人们，你们绝对想不到，云顶石广一份传说中的开水白菜已经被炒到了10万块，10万块啊！10万，比当年古月在苏记小馆门口丢人的那20万还夸张。何止，
听说陆凯和柳菲菲那对狗男女的真味阁集团倒台后，整个东海市的高端餐饮都被苏老板一个人拿捏了。那是世界厨神安德烈，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助理手里那个箱子，难道是传说中那套价值300万、用云铁打造的私人品鉴餐具？警告：检测到1级挑战者，目标：公开摧毁宿主声誉。用金钱堆砌的狂热，多么可悲！这些人根本不懂美食，只懂炫耀。你就是苏哲，听说你用一些腐烂的边角料就能做出所谓的本源真味，哼，这简直是对美食最大的亵渎。我研究分子美食学30年，任何一种已知的氨基酸或风味物质，都不可能在那种基材上凭空产生如此复合的鲜味。你用的是哪种我不知道的工业合成物？就像当年夏婉晴用她那投保300万的舌头揭穿了无数伪劣品一样。今天我安德烈就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全球直播，用最精密的仪器和我的舌头，向全世界揭穿这个建立在化学添加剂上的美食戏法。揭穿我？就凭你手里那把花里胡哨的水果刀？无知！我这把刀曾为中东王室的御宴处理过最顶级的蓝鳍金枪鱼，你这种街边货色连见都没见过。小子，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我安德烈不像那个叫古月的食王，输了就只会下跪，赌注才区20万，简直是美食界的耻辱。我的舌头也不比夏婉晴那条投保3000万的差。如果我品尝后无法用科学仪器分析出你菜品的核心风味物质，我赔你1000万美金。如果我分析出来了，并证明那不过是普通的化学添加剂，你就要在顶级美食杂志封面登布道歉，亲手砸了你这招牌。苏老板，跟他赌，让他尝尝什么叫顶级美味，这才叫世纪对决。我这里是餐厅，不是马戏团，不接受点单表演。想尝我的菜，可以，规矩还是一样，品鉴费，美味100万。另外，我得提前声明，品鉴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形式的失态，比如痛哭流涕、举止癫狂，或者打碎了餐具，本店概不负责。如果影响到其他客人，我非但不会道歉，一把。我还要告你，用你那充满铜气味的呼吸，污染了我这间餐厅的分子结构。你这是羞辱！你可以当成羞辱，或者你可以现在就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地方。好，很好，不就是100万吗？我安德烈出得起，付钱，现在就要品尝。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菜值这个价。我不像那个只会下跪的食王古月，赌注才区20万，我的舌头也不比夏婉晴那条投保3000万的差。今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片子好包间，请吧。希望你的一切足够精密。各位观众，等着看吧！动用我的黄金味蕾和这些最顶尖的设备，10分钟，只需要10分钟，我就会向全世界公布这道菜精确到毫克的配方，彻底戳破这个苏老板的谎言。叮！神厨秘境警报！神厨秘境警报！第3重空间深处检测到反祖巨化终极食材。第3重空间深处检测到反祖巨化终极食材。预计重量350斤。
大师，菜来了。就这就是价值100万的菜，连分子结构都简单到可笑。警告：目标菜品实器利用度分析，感官崩坏，危险等级神级灾难。各位，见证奇迹，不是见证骗局被戳破的时刻。这是，不，这是什么味道？我的舌头，我的手，它们不是我的了！救我！天哪，是安德烈大师！他怎么了？快叫救护车！他看起来像疯了。这比上次十王古月师太还可怕。苏老板的菜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师，安德烈大师，你怎么了？快叫救护车！不可能，我的计算是完美的。大师，你快看，那群9转精灵族！不好，仪器的电路过载了！快断电！我的天！爆炸了！给我缩回去！啊！这不是烹饪，这是创世！我穷尽一生所学的分子美食学，在您面前就像一个笑话。我输了。苏主服，不，厨神，我安德烈心服口服。苏哲，你做到了。你不仅打烂了所有质疑者的脸，还打造了一个全世界美食家都必须朝圣的味觉殿档。我们的线上预约系统崩溃了4次，预约已经排到3年后了。这世上，总有人以为用资本和工业化流程就能侮辱食材的灵魂，最终只会在自己的贪婪中身败名裂。只要这把刀还在，只要我还懂得尊重，就能守住一个厨师的匠心。这才是我的神厨秘境。你的匠心不该只留在这里。苏老板，我们把云顶食馆开到全世界去。秦大小姐的野心不小，让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顶级真轩在我们这里。先去巴黎开一家，让安德烈那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老师傅也来尝尝。好，只要我们一起，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